他那時候應該是在吸毒的狀態之下犯下這個罪行的，開始活埋他。天哪！歡迎來到嗨，對，我是台灣妞，我是喜娜。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2個案子。第一個案子，我的 LINE 群組裡面，這個新聞一出來以後，好多人丟進給我的新聞。它是發生在巨濟島，主人呢想要做一下防水處理的工程，發現有一塊地方好像跟本來的設計好像有一點些微的不同。撬開來以後呢，就是我剛剛講的，我們找到了這個木乃伊的女屍。那因為它是木乃伊化，而不是白骨，所以從它的屍體上面呢，可以取到指紋，就可以找出來當时跟这個女生同居的前男友。这個前男友現在呢已經去搬到別的地方住了。推回去2008年的時候，2個人認識了以後呢，便一起同居在這個屋頂房，有點像是頂樓加蓋這樣子的房子。肢體上面看起來應該是發生一些口角了以後，是拿東西重擊了女生的頭部，導致失去了生命跡象。他就把它放到行李箱裡面 ，DIY 的在陽台上面把它封了起來。封的狀況十分非常之良好完善，既沒有味道，也沒有濕水，甚至於可以變成一個木乃伊的狀態。他是有學過嗎？那他後來呢，跟陽台這個屍體一起住了8年之久。2016年的時候呢，因為毒品的問題被抓了以後，住進了監牢。主人突然覺得，收不到房租，然後東西也還在那安內，打聽之下才知道說他去監牢這樣子，也沒有辦法丟訪客的東西，應該是在民法上面會有一些問題。主人就把那邊當成倉庫在使用，一直到今年才發現了這個事情。那大家就會講啦，怎麼會一個人失蹤這麼久，然後都沒有被發現？第一個，巨濟島它並不是一個人口很多的地方，它並不是一個小鄉鎮。再來就是這個女生呢，她本身其實跟她的家人朋友並不是密集聯絡的那種，特別是在2008年那個時候，也不像現在有 Line 啊，有 Kakao，一天沒讀沒回，我們就會追蹤她了。沒錯，那可能就是2-3個月啊，跟朋友聯絡一次，吃一次飯這種程度而已。她的家人呢，其實在那個時候有發覺聯絡不太到了，他們就有先去了她住的地方去找這個女生，但當時呢，男朋友是不在的。透過房東得知說，他們2個人已經分手了，然後女生也已經離開這個地方了。家人他們就無功而返，他們又在等了一陣子了以後，無消無息的，他們才去報案。2011年的時候，其實有跟警察報案，懷疑就是這個女生失蹤了。那警察那時候其實有登門拜訪去找這個女生，但就是跟剛剛講一樣，說辭就是女生跟他分手了，家裡面也搜尋不到任何女生的生活痕跡。那個時代 CCTV 也沒有那麼發達，更何況2008年把它給做掉的，不會有 CCTV 保存這麼久的時間嘛？那時候完全找不到任何的證據，警察也只能把它掛在失蹤人口的名單上。現在呢，重新這個案子抓了以後，那個男生呢推訴回去，他那時候應該是在吸毒的狀態之下犯下這個罪行的。他是說當時吵架失手，不過現在的說辭都已經不可考了。韓國的隱匿屍體罪的追訴期是7年，所以他隱匿屍體罪的部分的罪行是已經不能被追訴了。現在呢，就是以殺人罪在起訴他。那因為這個案子實在是太短了，我想說講這個案子的話，我就是會被大家罵死呢。然後又會說我們沒有誠意哦。我另外準備了一個古早的案子，叫做陽平活埋案。這是1990年所發生的案子。那主要的主角呢有3個男生，分別是李成俊、吳泰煥跟允龍弼。這樣講實在是太繞口了，所以我之後就會以李男、吳男、允男這樣子的方式來稱呼這3個主要嫌疑人。這個李男跟吳男，他們2個人是在監獄裡面認識的。吳男跟允男呢，他們是國小同學，但你可以知道說，他們一開始在監獄認識的，然後又國小同學，然後又3個這樣子一起玩，算是烏合之眾。我們之前做過很多案子，其實你知道，一個人犯小罪，3個人真的就會變成犯大罪這樣子的狀況。這個李男呢，他交了一個女朋友叫做申慧淑。當時呢，他們3個男生的年紀其實是31歲，而這申慧淑呢只有22歲。到底為什麼會跟大他將近10歲的男生一起玩在一起，也是令人非常的匪夷所思。他們4個人呢就變成了一個犯罪集團。在1990年的10月28號的時候呢，他們4個人呢就一起在江陵，旅行費也沒了，然後就開始講說，不然找路人來搶好
候了，他們就在路邊呢發現了有一對夫妻剛新婚到江陵這邊去度蜜月的這對夫妻，在河邊靠着他們的車子在那邊拍照留影，緩慢的靠近了他們了以後呢，逼他們坐到自己的車子裡面，把男生捆綁之後放在這对夫妻自己的後車廂，然後開着這台車，同時之間開着自己的車子，後座載了這個新婚夫妻的太太，以2台車的方式呢，到進到山上以後呢，把這對度蜜月的夫妻呢一起綁在深山裡面的樹上，搶走了他們擁有的現金260萬。大家要知道，当初时代背景是1990年，那时候其實都是以現金交易為主，外加他們是新婚夫妻出來度蜜月的，所以比較多的錢嘛。特別是韓國的結婚習俗呢，在最後婚禮辦完以後會有個拜婆的儀式，我們可以去參考一下我們之前的這個韓國文化篇的說明的地方。所有的親戚啊會包給你一些紅包，那你要再拿這個紅包呢去買度蜜月的一些小紀念品給大家當回禮。推測他們應該也是有把這些現金都帶在身上，才會帶了这麼多的錢。他們就把他綁在山上了以後呢，開着他們的車子就走了。你知道我现在做案子都很變態，我只要聽到說他們沒有把被害者給殺了，我就很開心。對啊，他真的是還好哎。對啊，而且我剛聽到你說把太太放在後座，然後幹嘛？太太要被性侵了嗎？對。總而言之，綁在山上以後呢，拋棄他們就離開了，分道揚鑣過了自己的生活。李男呢跟生女這一對情侶呢，就把這台車子據為所有，開着車子到處玩耍。但是3天之後呢，他們卻出了車禍，跟一台計程車司機發生擦撞。警察到現場處理以後，李男跟生女他們居然開始拿起武器跟警察對抗，然後就跑走了。有事嗎？他們心裡有鬼嘛，因為他們前面才犯了案。奇怪的是，他們居然是找到吴姓男子的行照跟吴姓男子的女朋友的银行存折。为什麼會這樣呢？Left my doubts at home tonight. Me confidence can't come and take a bite. My skin, my hair, they shine so bright. Tonight's the night, it feels so right. Careless, fearless, standing tall. Limitless and powerful. Stronger than I've been before. I'm here to hit the dance floor. Baby, you don't know it took some time for me to feel right. For me to feel like I got my satin dress on, you know it.No one's gonna stop my dancing feet. I'm on it, iconic. Got my body moving to the beat. 泡泡恰恰已經在台灣、韓國各通路上市嘍，詳情請看下方資訊欄。為什麼會這樣呢？吳男其實有跟生女表示過好感，並且還跟生女呢表示一些李男不怎麼樣這種的話。被李男知道了以後呢，他刻意的要栽贓給吳男，要讓警方誤認為說跑走的情侶是吳男跟他的女朋友。但是呢，很傻，因為車上會有指紋啊，李男又有前科嘛，靠着這些指紋輕輕鬆鬆就知道說，他們4個人應該都有涉案。對照車牌號碼而得知了在江陵被搶的夫妻跟這4個人有關係，警察就開始通緝他們。他們就想說，好，我們現在被通緝了，告訴我們了，以後不要留活口。有事嗎？對，我們以後犯案的被害者直接幹掉，才不會有被通緝這種事情。之後呢，又開始了他們的搶劫生活。他們後來呢，在仁川前往陽平的路上遇到了一台 Sonata， 是由一位劉姓的男子所駕駛的。那車上的成員呢，是他6歲的孫女跟他的媽媽，還有他的阿姨。看上了這台車子呢，立即把他們攔截了，要求他們下車，叫他們交出現金來。但他們現金只有20萬韓元，他們就被這一群人一頓追打。最後是把大人手腳都捆綁，放到這行李箱以後，一樣就是一群人用轟轟轟的2台車子帶到山上去。首先，他們先把2個老婦人呢推下懸崖，昏倒失去意識。他們開始拳打腳踢這個劉姓男子，逼他交出3000萬，說如果你交出3000萬，我就讓你走。但是劉姓男子就表示自己真的沒有這麼多的錢。後來呢，他們就跟附近的民宿借了鏟子，在山上呢挖了一個巨大的洞，把這個劉姓男子打昏了以後放到裡面去。那甚至於直接把這個6歲的小女孩呢放到洞裡面了以後，開始活埋她。活埋的方式呢，是把劉姓男子全部脫光，小孩子也全部脫光以後丟到裡面去。那其他都是失去意識的狀態，只有小孩子是清醒的狀態。據說呢，小孩子就是一路哭到6歲。那因為他們一直都是被警察通緝的狀態嘛，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在討論說，那他們下一步要幹嘛呢？得手裡面有多少錢？所以他們決定先去找吳姓男子的女朋友，住在大田。在他們前往大田以後，他們又討論說，那我們接下來去哪裡呢？去智異山好了，就是覺得那邊人烟比較稀少，可能比較不會被注意到，可以躲避通緝。但不知道為什麼中間呢，這個年輕的紳士打電話給他的一個朴姓的朋友，我們要去智異山玩，還是你跟我們一起去？朴姓的朋友覺得非常的莫名其妙，他跟紳士的女友也没有這麼常聯絡，沒有好成這樣子，怎麼會突然打來說要一起出去玩？並且他之前有耳聞紳士的男友不是什麼好東西，就很多前科，作惡多端，有感覺這一切事情都不大對勁，於是他就打電話報警，立即派人前往大田搜尋他們這一群人的蹤跡。警察在線報的地址呢，逮捕了吳男跟孫女。我們另外還有這個李男跟允男，他們跟警察發生了激烈的槍戰了以後跑走了。居然是槍戰，他們有土制的瓦斯槍哦。你們要知道，當時警察其實還不知道活埋事件哦，警察只知道他們在江陵搶了一對新婚夫妻，其實也沒有料到一切會变得搞得這麼大。而李男跟允男，他們兩個都是在中彈的狀況之下四處逃亡。允男呢，他逃到永登浦了以後被逮捕了，而李男呢，因為他是胸腔中彈，所以他被發現的時候其實是已經身亡的狀態。警察在逮捕他們一群人以後，發現他們車上有可疑的長滿泥土的鏟子。警察覺得這個實在太詭異了，直覺反映他們是不是有做別的案子，並且是有埋屍。很快的，剩下的3個人呢，他們也供出來了他們在陽平這邊所做的活埋案。這裡也有當時的新聞畫面給大家參考看看。일가족 4명을 안매장한 범인 오태환은 끔찍한 범행이 드러난 현장에 와서도 태연한 표정이었습니다. 유중렬 씨와 6살 난 외손녀 최서원 어린이의 시체는 산림도로에서 20m쯤 아래로 떨어진 곳에서 50cm 깊이의 흙 속에서 발견됐습니다. 숨진 유 씨 일행은 지난 9일 강릉에서 열리는 결혼식과 회가변에 참석하러 가던 길이었습니다. 這3個男子表示呢，會犯下活埋的案子呢，其實是毒品意識混亂的做了殘忍的案子。當時的民風還算蠻淳樸的，外加牽涉了活埋6歲小女孩的事情，造成非常大的風波。所有人都說要嚴懲他們，甚至於當時劉男喪禮呢是有開放一般的民眾都可以參加去悼念的，這麼嚴重的一個案子。那在劉男一家人葬禮上面呢，記者也全部都去採訪。根據當時現場警察勘驗啊，真的是會讓人非常的哀戚，因為所有被害者他們都是泥土塞滿衣服的狀態下被發現的。那剩下2名男子呢，吳男跟允男呢，他們2個人都立即被判了死刑，分別在1992年跟1994年，也就是才隔了2年了以後就立即執行了。當時其實執法單位受到民眾輿論非常大的壓力，所以要速戰速決。而這個紳士女子呢，當初是開了2台車上山嘛，紳士女子一直在另外一台車上面，她並不知道山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她一直以為說會跟上次一樣，在樹上把他們綁一綁以後就離開，表示說她從頭到尾都不知道山上發生了活埋事件，最後是被判了10年。其實這個案子呢，以司法面來說，還是有一點遺憾的地方呢。吳氏男子他有表示，並沒有這麼高度的參與整個犯案，比較像是被要求怎麼做的角色。可是他一樣被判了死刑，他覺得冤枉。以司法面的角度，我剛剛說的遺憾呢，其實就是在說沒有調查出到底誰是主謀，沒有這個機會去審視，就有點像是鄭捷案，當初也是很快速的做了死刑，那沒有去做更多心理研究方面的事情。其實有些案子如果得到國民高度關注的時候，都會有這種速戰速決的狀況。那在司法面的話，其實就會更想要知道到底是什麼樣的心理會造成這樣子犯罪團體的成立，到底誰是主誰是從。那主的人的話，他要是什麼樣的人格，什麼樣的心理狀態，他會做这種犯罪集團。跟從的這些人呢，又是什麼樣的心態呢？甚至做出來活埋這種很嚴重的事件，這些都沒有深入的去訪談去了解到，有點可惜這樣子。對，那這次就是變成木乃伊而研發而成去查的另外的一個活埋案件。那如果喜歡我們的社會分享的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還有對，開啟小鈴鐺，我是喜娜，拜拜。陽平發生好多事情。陽平就是一個荒郊野地啊，對啊，依山傍水，很適合。你知道為什麼陽平會？因為陽平那邊接近漢江的起源，那邊是不可以蓋任何高樓大廈的，沒有辦法開發，所以人口會非常的少，所以埋屍體也不容易被。你知道
知道我真的已經心智扭曲哎！我這次來韓國飯店啊，我是住日系的嘛，那個日系的廁所都很小，对，所以我住进去第一個反應是說，在這裡要分屍很不容易。而且陽平還有被說是偷情聖地耶。哦，對，這我有聽說過，因為那邊超多 motel 的，超級超多。